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命运究竟是我们能掌控的，还是早已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操纵？今天的故事来自一座被遗忘的庙宇，它隐藏在一片荒野之中，无人问津，但却藏了一个关于家族血脉、灵魂交易的秘密。一个普通的都市女孩，却在某一天收到了一封神秘的邮件。邮件里写着：到阴庙洗净心灵。带着无法解释的好奇，她走向了那座庙，却没想到这一切会将她卷入一个关于阴阳界的惊天谜团。家族与自我，命运与自由，你会怎么选？现在请和我一起走进这个让人背脊发凉的传说。那天是周三，阴雨绵绵，办公室的窗外蒙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。林小林坐在电脑前，盯着屏幕上没完没了的表格和红色的待办提醒，指尖在键盘上机械地敲击着。他感到胸口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，工作积压的压力，同事间无声的竞争，以及生活中无处发泄的焦虑，像无形的手一点一点掐住他的喉咙。我是不是该逃离一下了？林小林心里冒出了一个微弱的念头，但很快又被压了下去。他摇摇头，自嘲地笑了一声，哪有那么简单？这时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下，他随手拿起手机，发现是一封陌生的电子邮件。发件人一栏显示着一串乱码。心灵的救赎，这是邮件的标题。他蹙了蹙眉，本能地想删除，但又忍不住点开了。邮件内容很简单：我们知道你正在寻找答案，来这里吧，到阴庙洗净你的心灵。下面还附着一张模糊的庙宇照片。照片里，阴天的光线照在一座破旧的庙宇上，庙门紧闭，周围被荒草包围，牌匾上的字迹模糊不清，但隐约可以看出泛黄的木牌上写着两个字：阴庙。他的手指停在屏幕上，盯着这张照片，不由自主地看了很久，心脏开始莫名的加速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轻轻触碰到了他的神经。这是谁发的？他低声喃喃，手机握在手心的触感变得微微发烫，仿佛这封邮件透着某种热度。他试着点开发件人的信息，但邮件里一切都是空白，甚至无法追踪来源。别管了，可能只是个垃圾邮件。理性告诉他这么做，但他却迟迟没有关掉邮件，而是反复盯着那张庙宇的照片。那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吸引力，像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召唤着他。庙宇的轮廓和他脑海中的某种记忆隐隐重叠，但他怎么也想不起这记忆来自哪里。到阴庙洗净心灵，他默念这句话，感觉字里行间似乎藏着某种秘密。那种虚无又朦胧的语气让他生出一种错觉，这个地方正在等待他的到来。午休时，林小林又不自觉地打开了那封邮件。这次他点开了图片中的地址链接，一段地图导航出现在他的手机屏幕上。那是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小地方，地图上显示这里距离他住的城市不到2小时的车程。真奇怪，我怎么没听过这个地方？林小林咬着嘴唇，手指犹豫地划过手机屏幕。他抬起头，环顾周围，同事们忙碌的身影，空洞的键盘敲击声，压抑的办公室空气，这一切让他突然感到窒息。最终他做出了决定，他将这封邮件标记为未读，草草收拾了桌上的物品，向领导请了假。我只想放松一下，他安慰自己，双手却止不住的微微颤抖。当他走出办公室，雨已经停了，但天空依然灰暗，空气里弥漫着沉闷的湿气。导航仪的提示声打破了沉寂，请沿前方直行。林小林握紧方向盘，光落在不远处的路口，手心浸出了一层薄汗。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只知道心中那股强烈的驱动力让他无法回头。他要去寻找那个答案，那个隐藏在阴庙里的秘密。导航的声音突然停止，屏幕上显示着到达目的地。林小林踩下刹车，车轮卷起一阵尘土，抬头望去，
眼前是一条长满杂草的小路，尽头隐约可见一座破旧的庙宇，像是嵌在一片灰绿色的背景里。小路两旁是荒废的田地，长满了疯长的野草和低矮的灌木，没有人烟，也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。四周静得出奇，连风吹过草丛的声音都显得阴冷。林小林下意识地拉起了外套，感到背后一阵发凉。这就是地图上的地方。他低声嘀咕，目光落在尽头那座庙宇上。那是个低矮的小庙，屋顶的瓦片已经剥落，墙壁上爬满了青苔和裂缝，庙门紧闭着，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。他沿着小路走近，脚下的石子发出轻微的咯吱声，每一步都像是在打破这片区域的沉寂。奇怪的是，明明是白天，四周却像被某种无形的阴影笼罩着，天空灰蒙蒙的，连鸟儿的鸣叫都消失了。走到庙前时，他注意到庙门并没有上锁，而是用一条生锈的铁链松松地挂着。铁链微微晃动，发出金属碰撞的叮当声，似乎在欢迎他的到来。要进去吗？他的心跳加速，手不由自主地抚上了胸口。就在这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风声，像是有人在耳旁轻轻吹气。他猛地回头，却发现身后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他孤单的影子倒映在杂草间。林小林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推开庙门。铁链滑落的瞬间发出刺耳的响声，仿佛唤醒了沉睡的什么东西。庙内的景象比他预想的更破败，昏黄的灯光从屋顶的破洞洒落下来，将墙壁上的斑驳痕迹映得更加触目惊心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美味和隐约的香火气息，像是多年未曾有人打扫过。庙中央摆着一张陈旧的香案，香炉里插着几支燃尽的香灰。他的目光落在香案后供奉的神像上，那是一尊奇怪的神像，面容模糊不清，像是被岁月磨损的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。他越盯着那神像看，越觉得他的眼睛好像正对着他，带着一种冷漠又审视的目光。只是错觉吧？林小林低声对自己说，但心底的寒意却越来越深。四周静悄悄的，只有他轻微的呼吸声在回荡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进香案，却感觉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别人注视的视线里。那种无形的压力让他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，但身后空无一人。他站在神像前，心中一阵矛盾。他想离开这个地方，那种压抑的气氛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可是有一种莫名的力量牵引着他，让他无法挪动脚步，像是脚底被定住了一样。我到底为什么来这里？他的内心充满了疑问。回想起那封奇怪的邮件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一切似乎不是偶然，但他找不到理由。这种无法解释的感觉让他既害怕又好奇。灯光忽明忽暗，墙角的阴影好像微微晃动。他的手指在香案上摸索着，却突然触到一块冰冷的物体。他低头一看，是一面破裂的镜子，镜子中倒映出模糊的自己。这是林小林怔住了，他发现镜子中的影像似乎不太对劲。自己的脸看起来依然正常，但镜子里香案后的神像却清晰了许多。那模糊的脸庞似乎勾起了一个微不可见的笑容。啪！身后的木门猛地关上，发出一声巨响。林小林浑身一震，迅速回头看去，门关上了，可他明明记得刚才是敞开的。庙内的空气越来越沉，像是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掐住他的脖子。他忍不住向后退了一步，手心满是汗，双腿却不听使唤地站在原地。冷静冷静，他在心里一遍遍安慰自己，试图找回理智。可是理智告诉他离开，而心底却有个声音在轻声低语，留下来，你已经来了，就不要走了。他猛地摇了摇头，试图摆脱那种可怕的念头。他转身走向庙门，手指刚碰到门把，耳边却再次传来低沉的声音，这一次声音更清晰，仿佛直接出现在他的脑海中。别走！林小林全身一颤，连呼吸都停滞了片刻。他回头望向香案，那尊神像依然保持着模糊的面容，可是他的直觉告诉他，有什么东西正在盯着他。那感觉
仿佛从一开始就存在。林小林的脚步在庙内回荡，每一步都似乎能激起无数潜伏的回音。他的目光无意间被墙角的一面破旧镜子吸引，那镜子斜靠在墙边，边框已经生锈开裂，表面布满了细密的裂痕，如同一张蛛网。他走进镜子，看到自己的倒影出现在上面，然而镜子中的自己看起来有些模糊，五官像被一层薄雾遮盖一般，细看之下甚至有些失真。他的额头似乎多了一道淡淡的黑影，像是一只手轻轻按在他的头顶。这是什么？林小林皱起眉，伸出手想擦掉镜子上的灰尘，但手指刚触到镜面，镜中的倒影却突然移动，轻轻歪了歪头，动作僵硬而怪异，仿佛在注视他。啪！一声清脆的声响从身后传来，他猛地转身，却发现身后空无一物，只有破旧的香案静静地立在那里，神像依旧模糊不清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再次回头看向镜子，这一次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。镜子的倒影里，他的背后赫然出现了一双眼睛，阴冷漆黑，像是深不见底的洞穴，正死死地盯着他。谁在那儿？他忍不住大喊，声音在庙内回荡，但没有人回答。他转身四下张望，试图找到那双眼睛的主人，却什么也没有。可当他再次看向镜子时，那双眼睛已经消失了，只剩下他自己模糊的倒影。他的心跳越来越快，脑海中不由得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：这双眼睛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林小林试图离开那面镜子，但一股无形的力量似乎吸引着他，让他无法迈开脚步。那种感觉就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轻轻地按在他的肩膀上，逼迫他继续注视镜中的倒影。冷静冷静，他喃喃自语，试图让自己镇定，但手心已经被冷汗浸湿。就在这时，镜中的倒影再次动了，他的嘴唇微微翕动，发出一声低沉而嘶哑的声音。那声音并非来自他自己，而像是某种未知存在的耳语。他终于受不了这种压迫感，猛地转身跑回到香案前，但即便逃离了镜子，那种无形的力量依然笼罩着他，像是一道阴冷的锁链，慢慢收紧。时间已经不早，庙外的光线渐渐暗淡，他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从脚底迅速蔓延至全身。庙外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低沉而微弱，像是某种呻吟声从远处传来。有人在外面。林小林试探性地喊了一声，但没有人回应。那声音越来越近，仿佛从地下涌出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，像是在诉说某种无法被忽视的悲哀。与此同时，他听见了脚步声，轻而缓慢，像是有人从地下爬上来。脚步声在庙门外停下，林小林屏住呼吸，盯着庙门，却发现门缝下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谁在外面？他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，手不由自主地攥紧了香案的边缘。突然，庙内的空气变得刺骨寒冷，仿佛有一层无形的冰霜在空气中凝结。他的呼吸变得缓慢，手指也开始僵硬。那种寒意不仅是身体上的，更像是侵入了骨髓，甚至渗透到了他的思维中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耳边再次传来低语声，这一次声音更近了，仿佛直接在他的脑海中响起。别离开！低语声轻而缓慢，像是直接传入了他的灵魂深处。林小林的脸色瞬间煞白，他抬起头望向神像，那模糊的面容此刻变得有些清晰了，嘴角似乎微微上扬，形成一个诡异的笑容。他的视线转向门外，但门却缓缓地自己打开了。漆黑的夜色中，一双模糊的人影正站在门口，影子随着庙内昏黄的灯光拉得很长，像是要一步步走进来。林小林坐在车里，手紧紧抓着方向盘，目光死死地盯着后视镜。他已经离开了庙宇，但内心的恐惧和疑惑却如影随形。后视镜中，他隐约感觉到自己背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注视他，但每次回头，车后座总是空无一物。这不可能，
一定是幻觉。他低声安慰自己，但心脏的跳动却快得像是要破胸而出。车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深，路灯的光芒一盏盏闪过。每一次黑暗间隙，他都感到有某种东西在逐渐逼近。最终，他无法忍受那种无形的压迫感，猛地踩下刹车，将车停在了路边。为什么我还在害怕？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它们微微颤抖，冷汗已经浸湿了掌心。脑海中回荡着庙内的景象，那面破旧的镜子，那张模糊却带着诡异笑容的神像，还有庙外低沉的呻吟声。从小他就听过一些关于阴庙的传言，那些庙宇供奉的神灵并非真正的神，而是那些无处安放的孤魂野鬼。他们被困在阴庙中，永远无法超脱，唯一的希望便是通过某种仪式与凡人连接，获得新的生机。难道我是他们选中的人？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瞬间让他的后背发凉。他摇摇头，试图甩掉这种荒谬的想法，但内心深处那种隐隐的不安却始终萦绕着他。他想离开，想把这一切抛在脑后，但某种强烈的直觉驱使着他，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他回到那个地方，回到那座阴庙。也许我必须知道真相。他咬了咬牙，发动了引擎，转头驶向刚刚逃离的庙宇。林小莲回到庙中时，夜已经深了，昏黄的灯光依然从庙内微微洒出，像是无声的召唤。他推开庙门，这一次的感觉与白天截然不同。庙内的空气更冷了，冷得像是冰霜刺进了骨髓。神像依旧模糊，但他感觉那双目光变得更加逼人，仿佛正在注视他的一举一动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香案旁的地板上有一道细微的裂缝，裂缝沿着地砖延伸到墙边，而墙边的一处墙角摆放着一个木质的供桌，供桌上的摆件微微晃动，似乎被什么力量推动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伸手推开了供桌，发现后面竟然隐藏着一扇暗门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他喃喃道，内心的恐惧与好奇交织在一起。他推开暗门，一股陈年的美味扑鼻而来。门后是一条狭窄的走廊，墙壁上挂满了泛黄的遗像。他举起手机，用微弱的手电光照亮墙面，看清了那些遗像上一个个陌生的面孔。每一张遗像都面目严肃，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压抑感。他的脚步缓慢而沉重，直到走廊尽头，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。这不可能！他的声音几乎要碎裂。走廊尽头挂着一张遗像，上面的名字赫然是他的曾祖父林兆坤，旁边的名字一一排列，竟然都是他家族中的长辈。林小林的呼吸开始急促，他的脑海中涌现出无数疑问。他从未听家人提起过他们与这座庙的任何关联，但这里分明记录着他的家族历史。为什么他们的遗像会在这里？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些？他的手指轻轻触碰着遗像的边框，却在这一刻，耳边响起了一阵低低的耳语声。那声音似乎从四面八方传来，柔和却又冰冷，像是一个幽灵在与他对话。回去，你的命不属于这里。而语声低沉却清晰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冰冷的刀，刺进他的神经。他猛地回过头，走廊里空无一人，但那声音却越来越近。他的双腿开始发软，手中的手机微微颤抖。光线晃动间，他突然发现那些遗像上的眼睛似乎在注视着他。不可能，这只是我的幻觉。他闭上眼，试图让自己镇定，但耳语声却越来越响，似乎直接钻进了他的脑海。走吧，不要留下。这一次声音中带着一种恳求的语气，仿佛正在警告他某种即将到来的危险。林小林猛地睁开眼，转身想要离开，但发现走廊的尽头竟然出现了一道模糊的身影。那身影站在黑暗中，无法看清面容，却散发着一种压倒性的寒意。他的腿不听使唤地向后退去，直到他的背贴上了墙壁。林小林缓缓地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试图平复急促的呼吸。然而那走廊尽头的模糊身影依然伫立不动，像是某种无形的屏障。
挡住了他离开的路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墙壁上的裂缝正在逐渐扩散，伴随着轻微的咔嚓声，一条条裂纹如同蛛网般向四周蔓延。他低头看向地板，发现那些裂缝间隐隐透出红光，像是某种火焰在深处燃烧。这地方到底是什么？他的心跳得更加剧烈，但身体却像被定住了一样，无法移动。忽然间，一股陌生的记忆涌入了他的脑海，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黄昏。他年幼的自己正拉着祖母的手，站在一座破旧的庙前。祖母的表情异常严肃，低声对他说：“记住，这座庙保佑着我们林家，它是我们的守护，但也是我们的责任。这里。”林小林喃喃自语，他终于想起了这座庙和自己的关联，但那记忆的画面突然变得模糊。他隐约记得，在那个黄昏的某个瞬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他永远失去了祖母。那之后，他被迫离开家乡，也将这段记忆深埋心底。现在，那被遗忘的过往再次浮现，像是一把钥匙，开启了庙宇深处隐藏的秘密。墙上的裂缝继续扩大，红光愈发明亮。林小林感到整个空间都在微微震动，仿佛这座庙的心脏正在复苏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迈开脚步，朝走廊尽头的身影靠近。那身影渐渐变得清晰，竟是一尊雕像，一尊与庙中供奉的模糊神像极为相似的雕像。然而，这尊雕像的面容并不模糊，他的眼神深邃且锐利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带着一丝神秘的笑意。林小林怔怔地看着雕像，心底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熟悉感。你终于回来了。耳边再次响起低沉的声音，这一次，那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威严与慈悲，像是直接穿透了他的灵魂。林小林睁大眼睛，环顾四周，发现周围的遗像正散发出淡淡的光芒。那些光点从遗像中飞出，悬浮在空气中，仿佛无数灵魂正在注视着他。这庙里供奉的神，是我们的守护神。林小林低声呢喃，脑海中的记忆开始拼凑出完整的画面。祖母曾告诉他，这座庙宇不仅供奉神灵，也封印着无数孤魂。那些孤魂为了保护林家血脉，自愿困在这里，成为守护者的一部分。他终于明白，那些低语声、阴冷的视线，甚至镜子中的异象，都不是为了伤害他，而是在警告他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。但与此同时，他也意识到一个更可怕的真相，这座庙并非普通的庙宇，而是连接阴阳界的门户。林家与这座庙的关系早已与命运紧密相连，林家的血脉能够平衡阴阳，而他作为这一代的传承者，被召唤回到这里，是为了完成某种危急的使命。庙内的气氛愈发压抑，墙壁的裂缝仿佛在喘息，地板也开始微微震动。庙外的风声呼啸，像是无数人在哭泣与哀嚎。整个空间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扭曲，逐渐变得无法分辨现实与幻觉。你必须选择。那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声音中带着一种冷酷的命令。林小莲怔住了，选择什么？留下来成为下一任守护者，或离开，放弃你的家族。他的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，小时候祖母慈祥的笑容，林家代代相传的故事，以及他自己这些年来的挣扎与迷茫。他终于明白，这一切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命运就已经写好了。他看向雕像，那双深邃的眼睛仿佛能看透他的一切。如果我留下来，我的家族能得到什么？延续声音紧接而低沉，你将平衡阴阳，使他们免受厄运。如果我离开呢？终极声音更冷了些，这座庙将崩塌，你的家族将被遗忘，灵魂将四散，迷失于阴阳之间。他的内心掀起巨大的挣扎，身体微微颤抖。他不想放弃自由，但也无法让家族陷入危机。他缓缓闭上眼睛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最终他缓缓开口，我选择。庙中的光芒骤然一闪，刺眼的让人无法睁开双眼。风声戛然而止，裂缝停止蔓延，
所有的一切都归于寂静。当林小林再次睁开眼睛时，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庙外的小路上，身后庙宇安静地矗立着，破旧的门依然紧闭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手心，里面紧紧握着一块泛黄的木牌，上面刻着几个古老的字，守护着之约。他的选择或许永远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回到城市后，他试图告诉家人这一切，但他发现家族中没人记得这座庙，甚至没有人记得祖母。他的存在开始变得模糊，照片上的他变得透明，朋友和同事也开始遗忘他的名字。最终他站在镜子前，看着逐渐模糊的自己，轻声说道：或许这就是命运。林小林回到城市后，生活看似一切如常，但他隐隐感到某些东西已经改变了。他发现周围的人看向他的目光逐渐变得陌生，甚至冷漠。同事们偶尔在他身边走过，却仿佛看不见他一般。他的家人似乎变得比以往更加忙碌，无暇与他交流。最让他不安的是，他的母亲在一次通话中竟问他：你是谁？我们认识吗？妈，是我，小林啊。他的声音里带着不安的颤抖。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后，只留下一句低声的自言自语：小林。这个名字好熟悉。随后便挂断了电话。他愣在原地，握着冰冷的手机，内心升起深深的恐惧。他打开相册，却发现自己几乎所有的照片都消失了，手机相册里只剩下空白的文件夹。他急忙翻找家中的相簿，却发现过去与家人、朋友的合影中，他的身影正在逐渐褪色，甚至有的照片上，他的脸完全模糊，成了一片空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林小林呢喃手指划过那些照片的边角，仿佛想要换回他们的存在。但越是努力回想，记忆就像水中的倒影，越发遥远破碎。他尝试登录社交媒体，发现自己的账号已经无法访问，他的名字、头像、曾经的发文全部消失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他焦急地向几位朋友发消息，想问问他们是否能看到他的账号，但没有一个人回应。第二天，他走进公司，看到办公桌上堆满了杂乱的文件，但那桌子旁的座位已经不再属于他。他的主管正与一名新员工交谈，随口问道：你知道林小林这个人吗？主管只是皱了皱眉：林小林，我们公司有这个人吗？没有吧。他站在那里，茫然地看着他们，明明能听到他们的谈话，却感觉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平行世界里，无人能看见，也无人能听见。某一天清晨，林小林决定再次回到那座庙宇，他知道答案一定在那里。当他踏上庙前的小路时，庙宇依然静静伫立，门外的铁链松松垮垮地挂着，似乎在等待他的归来。他推开庙门，庙内依然弥漫着熟悉的冷空气，但这一次气氛中多了一丝奇异的安宁感。他慢慢走进走廊，来到了隐藏的房间，那里陈列的遗像依然整齐排列。他抬起头，目光被尽头的一张新遗像吸引住了。那是一张熟悉的照片，上面的人正是他自己。遗像上的他看起来比现实中更加清晰，甚至带着一丝平静的微笑。而照片的下方刻着他的名字：林小林。他的双腿一软，差点跪倒在地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他的选择意味着放弃了现实中的存在，他用自己的存在换来了家族的延续与庙宇的稳定。他已经成为了庙的一部分，成为了阴阳界的守护者。庙内的气氛逐渐平静，墙壁上的裂缝消失，地板恢复了完整，香案上的供奉也重新燃起了袅袅的香烟。那些遗像上的光点慢慢归于平静，仿佛在默默欢迎他的到来。他走到香案前，抬头看向那模糊的神像。此刻，那神像的脸庞比之前更清晰了一些。他的内心出奇的平静，因为他知道，他的选择是为了家族的延续，为了那些未曾离去的灵魂。这就是我的命运，他轻声说道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背后传来了熟悉的耳语声，那声音低沉却慈悲：你不再属于他们的世界，但你也不会孤单。李小丽回头，
看到那些遗像中的面孔，正缓缓露着微笑，仿佛在欢迎他的归来。几个月后，他的家人和朋友彻底忘记了他的存在，无论是生活中还是记忆里，林小林的痕迹完全被抹去。他曾经工作过的公司，也再没有人提起他的名字。他的母亲偶尔会在梦中模糊地想起一个影子，但醒来时却什么都记不得了。城市里，阴阳界的平衡继续维持，那些孤魂野鬼也不再扰乱世间，只有偶尔经过那座小庙的人会感到一种奇怪的安宁感，像是被什么温柔的力量保护着。而在庙宇的深处，那张新的遗像静静挂在墙上，记录着林小林的存在。每当月光洒入房间时，那遗像似乎会微微发出光芒，仿佛他从未真正离开。